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BS 赵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洪申翰委员、陈佑成议员、尹乃菁小姐、柯志恩委员、林玉芳委员、徐小青委员。好，那么今天这个地震很厉害哈，而且时间蛮久的哈。那它因为在东部的外海了哈，如果在西部人口比较稠密的地方，就很麻烦哈。那另外就是它那个时间刚好可能大家在上班啊等等哈。火车也乘客拍到这个山崩的这个画面哦，他这以为世纪末日到了，哇，山都崩了，山崩地裂啊。那另外呢，现在主要在花莲啊，那余震不断，已经有61起啊，那浅层只有6.7公里，非常浅哈。他们说这个3、4天之内还可能有7级的地震会继续发生这个啊，所以这个很麻烦，因为你有些一震的时候还没问题，但里面那个结构可能已经发生一些拉扯变化。今天上午我感觉那个地震就好像要把那个房子把它撕裂，要扯断那种感觉，这样一直拉哈，房子叽叽嘎嘎叽嘎嘎就发出声音来，蛮可怕的哈。那如果多搞几次，里面会不会有问题的？再来一次什么7级啊等等会不会有问题？其实都要注意的哈。那不少的工程师已经告诉我们怎么看那个裂啊，怎么裂法等等哈。如果真的有问题，要找人来鉴定哈。苏花公路最惨，柔成寸断哈，这个蛮惨的啊。然后山上有哪个地方一个石头掉下来砸死3个人哈。那另外呢，大清水隧道断裂，这个隧道断裂哈。那所以这个清水桥断裂。那王国材说呢，花东变故了，其实花莲台东还可以从南部绕过去的哈。花莲这边就很麻烦，不过台东也不能从北部，要从南部过去哈。抢修时程不乐观，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要先把清水断桥这个把它弄好所以可能要一段时间哈。那铁公路这个都不通了因为铁轨被落石砸了，苏花的桥也断了，所以花莲真的你看这么大个石头哇，这如果砸到人、砸到车还得了嘛这个断了这个石头所以现在蛮麻烦的那傅昆萁呢，原来因为他是花莲选出来的立委，他要回花莲去，结果呢到了罗东，他想从那边可以这个搭火车。结果到了罗东，发觉根本火车都停了，他再回台北，所有的本来想坐飞机的，可是呢，因为最近连续假期很多机票也被订完了，不过在想这些人还去嘛，那所以呢飞机也没有了所以他就听说说总统有专机，院长他一起回去，结果后来呢，他是跟着内政部长林右昌搭了直升机去不过去了以后要怎么回来也很麻烦因为几天之内可能都不容易回来。华兴跟立荣有加开班机，不过加开就1班2班，我看呢也没有什么太大用处很多饭店都停业来盘点很多饭店怎么办呢尤其有些饭店还蛮贵的那这一下子这个连续假期看来也泡汤了那另外呢就是花莲的空军基地有 F-16 8架空 F-16说受损，有部分刮伤，说不影响战备可能也许碰到了停在那边，也许碰撞我们看一下花莲山崩的情况。崇德地震，汤方，崇德地震，汤方。整个山就像快要滑下来，民众拍下花莲崇德的山壁，烟雾弥漫，尘土飞扬。我就跟你讲，我拍那边呢。枪了，他刚刚上去。亚比达，你看呐，我不要玩了，都是你了。我怎样？吓到都要哭出来，因为连手机都快拿不稳。山崩它真的离自己太近，原本出游的好心情都变成惊吓。7.2强震就在花莲。山峦之间都冒出白烟，各处崩塌不断发生，民众吓到车都不敢再继续开下去，就怕落石沿着山壁滚下来。一般民宅整个也被尘土覆盖，看起来宛如灾难现场。花莲就在正央，崇德尤其旁边就是山壁，空拍画面可以看到崇德隧道口以南也都是碎石，山壁也逐渐脱落，落石都掉在马路上面，险象环生。另外，从海面上来看，不止海水震荡不停，远处山壁也持续有落石坠下，沙尘暴逐渐朝海面袭来，惊险万分。余震还在持续，花莲陆续传出灾情，只盼能够平息，全员平安。
哦，今天发生的时候，刚好立法院啊正在大家等在8点钟的一个签到啊，那你会发现这个时间很长，我们都以为稍微震一下就好了，可是发现那个时间很长，而且没完没了，所以大家就是往外，因为我们的那个群雄呢，对于那个在那个济南路上面很近，可是你就可以发现，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一个反应，有人反应说我为什么没有收到，我为什么没有收到，这是第一个反应，第二个反应就还是说那现在怎么办？然后我们就一直到外面的时候，你会看那个我们的济南路上面就是以前在办签证的那个立法院那个就是那个所谓的外交部的大楼里面，所有的这个窗户你看嘛，就往外面这样子互相动，还有包括一些你觉得很难想象那个树，我说实在那个画面的确是不难看，因为那整个一树那个整个的叶子这样飘落下来，可是配合那个，然后再配合大家都还可以感受到那个震度。那我的感觉其实很简单，我想说天哪！我向来是一个非常因为学心理的，像对很多事情我就会非常的开始思考，在那么30秒当中，我就看看我左右旁边的人，谁在我生死与共的时候，我到底跟谁在一起？不是我老公，不是我儿子，那就是我这些同仁。好，左边看的是范云，右边看的是我们的万老师，然后呢，再看到前面，我就觉得好吧，咱们不管怎么样，大家不要再吵了，好好的珍惜在这个大地震之下面，我们还可以共处在同一片土地、同一个地方。然后你回到立法院之后，你就发现真的，它那个整个的电梯是完全停止的，然后我们有一些的砖块是剥落的。当我们台北被认为是弱5，刚开始讯息是4嘛，后来被认为是弱5，都已经让大家感受到这么样的惊恐，那我们可以想象出真的是花莲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后来你就会在我们的群组里面嘛，巧心也知道，就是大家就会对这个在花莲的副昆萁总召就会开始赋予一个最大的一个同情。那也开始特别说一下，因为今天有很多美国国会议员要到我们立法院来拜会，但是我们的这个江启臣这个副院长他还是卡在高铁上，也不晓得可不可以回得来。还有很多的委员也是卡在那个地方，所以你会发现这整个的状况可以说是921之后，大家觉得是最震惊的。不过，所有的委员第一个时间里面就开始打电话给各区，看看目前需不需要救灾。那我们也知道，台北各方面就已经做出非常多的一个回应。总而言之，大家真的在同一片土地上感受到大自然，大家真的是应该好好的珍惜了。因为他们这些国民党的县市长，他们有一个群组，对。对，马上就会有。我看他们这个群组，不管是这个宜兰啊，不管是台北啊、新北啊、台东啊，甚至云林啊，就派救难队，都发了这个 line 给那个徐榛伟，就是你需不需要我们派人去？我们没错，尤其台东立刻就组织的救难队，就直接，因为它比较近嘛，你就会感觉在这个时候，大家这种互相帮忙的这种心是很殷切的哈。那苏花公路本来我记得我当兵的时候在花莲，那一天就有一班了。早上从这个花莲往台北，然后接着呢台北往花莲，一天就那一班，就那一班啊。那所以要不然就坐飞机，但飞机很贵嘛，哈。那现在苏花公路本来改善了，那现在苏花公路又断了，我们看看情况怎么样。隧道口整条道路崩塌断裂，钢筋外露，凹陷变形，伴随落石一起向下塌陷。这里是花莲大清水隧道，一整大段的道路瞬间消失，严重坍塌，还有落石不断滚下来，画面令人触目惊心。3号早上7点58分发生规模7.2强震，花莲最大震度6级，接连余震不断。而大清水隧道位于台九线苏花公路，民国77年兴建至今已经36年，余震不断，隧道口的道路应声坍塌，双向停止通行，还有崇德隧道。大块落石从山壁砸下，滚落道路中央，还压坏电箱。路面布满掉落石块，边角相当尖锐。旁边平台停靠的机车倒下，电线杆也扯歪了。目前崇德隧道北方出口处双向停止通行。落石像瀑布从山壁滑下来，仁清隧道前方烟雾弥漫，大大小小的石块留下山坡，挡住路面堆成一座小山。而受影响的还有花莲市区。国父大桥西侧桥面凸起，多处出现裂痕，护栏掉下一大块，水管破裂，石柱更是连根拔起。眼看清明连假就要到来，道路毁损，苏花公路灾情多，落石坍塌，清明连假交通恐怕大受影响。张翰怎么看？今天早上，当然我自己觉得我可能
稍稍比较幸运一点，因为那时候刚好是在早上在车上，但是那个真的是大家车子也会晃啊。对，那个司机下来检查说，哎，是不是轮胎破了？是不是轮胎破了？很多人然后大家冲到街上里面，然后当然互相看，那轮胎没事，但就地面还在摇，所以大家惊慌失措这样。但是坦白说，在马路上面，比较没有，你还是没有觉得那个空间感这么样子跟高楼最可怕。紧迫啊！可是后来大家进到室内以后，进到办公室，几次的余震，其实即便那是余震，但是那个感受都很强啊！但是现在大家，当然我觉得目前中央也好，地方也好，大家就全力怎么样协助花莲这个地方，因为它看起来不是只是交通上面的中断而已，甚至包括接下来建物，包括建物的检测，该做的救援，因为到今天下午陆陆续续。我们现在还发现了有几个死亡的事件，也许是在坍塌过程里面被压到了，尤其是我看都是很基层的这些大客车的或者是货运的司机，其实让大家其实非常非常的不舍了哈。那现在下午应该我看赖副总统也好，或大家基本上都到花莲这边去做救灾。我确实觉得这个时间点就没有什么蓝绿不蓝绿、朝野不朝野的问题，该用得上的东西基本上大家就尽量用上，能够帮忙的事情都没有什么好说的。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是一个台湾作为一个共同体，我觉得非常非常关键的时刻哦。所以我觉得我们当然不管是我自己现在，但我们现在是作为立法委员，但是该做的事情、该协助的事情，包括立法院的议程，怎么样来协助，我是觉得。甚至我觉得几个党的总召大家讨论一下，哪些事情接下来需要怎么样的帮忙的，大家讲好，那我们就照这个事情做。即便接下来会有一个连假，但该怎么做，我就给予最大的帮忙了。虽然是副总召他的选区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大家其实那个责任感是相同的。乔欣，其实这次干嘛早上？我早上在出门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今天外交国防它是排考察，所以本来我是要去这个教育文化委员会，然后来质询的。那但是出了这个事之后，其实对我们地方民代来说，马上就是回去关心我们这个区域现场的状况这样子。那呢，我讲一个例子刚刚发生的，其实。这个事件当然大家很难过，但是呢，我想要告诉大家是说，这次真的是各县市政府不分蓝绿，大家处理速度非常积极、非常快。那包含是一开始就开应变中心，然后所有的像台北市来讲，所有的1999的案子，那只要一有通报，马上人就会到，区长到，然后议员的、立委的助理到，然后大家就去看发生什么事。今天早上比较惊悚的是在那个信义区有一栋大楼，然后呢，它是一个工地正在盖的大楼，然后它有钢架掉下来砸到隔壁的这个国宅，但是幸好是没有人员伤亡。有的时候这种事还是看运气。那但是呢，我要谈的是说，大家多仔细呢？刚才今天收到一个通报，也在信义区，然后呢，他通报1999说有民众绊倒，就是跌倒绊倒，因为可能因为地震的关系，路面有一点隆起，他行经的时候绊倒。那民众现在每一个人都也很认真帮忙看到底哪里有问题。通报讲说呢，他被绊倒了，那这个地方可能因为地震的关系有一点点地的变化。然后呢，这个市府听到说绊倒。以为是房屋一半倒了，很紧张，立刻所有人到现场去看。所以呢，我只是虽然这个例子大家看到有点会心一笑啦，但是所有的包含里长、然后议员、立委的助理跟市府全部到，所以是非常非常重视每一个小事件。所以我觉得用这样子的心情去处理这样子的一个事情，那这是一件很好的事。但我们还是希望都能够平安。不，你想两件事了哈。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西部。不得了，不得了，会怎样？因为它跟9立几乎差不多的规模。对。第二，如果它再大一级，天哪，会怎样？规模再大一个，地震规模再大一级，你认为台北市或是这些老旧的这些房子撑得住撑不住？太多了。这就是一直在想要都更。现在所以听到半岛大家都去，是因为就是这么一个。对。如果我们到处都是，它怎么办呢？大家真的要好好想这个问题，不要以为不会发生。休息一下再回来。好，这个今天4月3号大地震哈，花莲有2个大楼歪曲成，真的，倒成这样子，所以国外很多朋友大概看到这个画面，对，都拍回来问我来说，全世界各国到底是危不危险？这大楼怎么倒成这样子啊？
那所以呢，我想这个道路已经不可能存在，一定要重盖的了哈。那这是大楼嘛，都高过5层，严重倾斜哈。有人还昨天才交屋的，买了交屋的哈。当然这个楼是30几年的，但是就后来今天就遇到这个事情。那就是林佑昌内政部长啊，说去看啊，看看有没有办法探测到生命迹象，有没有人在里面受困，不知道啊，怕啊。然后这个早餐店幸福时刻早上午餐，幸福时刻已经到地面上，幸福时刻本来在1楼的，在花莲北滨街的地震，哦，这早餐店都已经倒下来了哈。还好人都跑出来了，然后这个，所以你很难讲到底是晚上来、早上来、上班时间来、下班时间来，什么样这个灾情会比较轻啊？灾情轻重都可能不一样哈。每日的测的地震规模不一样，美国说我们是，日本说我们7.5，美国说我们7.4，我们是7.2。那预报中心是说我们是用瑞士的规模，美国、日本有叫做矩阵的规模，哇，这还有阵矩规模，好，所以不太一样。而且说那个坡到那边就被吸收了，所以呢，两个测到的又不太一样啊。921以后25年来最强的地震哈，所以一下子就已经到921了，而且呢 ，CNN 的头版就是这个歪楼啊，所以这个歪楼为什么传遍全世界啊？大家都很怕这个地震，因为地震你真不知道怎么办。哦，但跑还是不跑啊？尤其在楼上，你怎么跑呢？你搭电梯也不安全哈。那学者现在提出来警告，可以吓死人了。他说嘉义不排除有更大规模的地震，因为呢，虽然嘉义跟花莲并没有地层的相关，但是纬度可能有相关性。而且呢，嘉义这个地方呢，它大概也很久没有大的地震啊，所以有可能要小心啊。那另外今天很奇怪，一大早其实我在广播也播了，我说新北停班停课，看到一个讯息啊，结果说没有，新北赶快澄清没有停班停课，侯宇先要追说到底谁放这个谣言？源头是中央社，所以大家都相信了。然后呢，所以侯宇叫警察局去查办，哦，那另外台中那边也传出来是停班停课，后来查呢，说是行政院的人事处网站资讯又搞错了。哦，所以搞得大家人心惶惶，而且很多人都已经去小孩都上课了。你今天停班停课，家长怎么办呢？要赶快去接小孩啊，哦，等等等等哈。那柯文哲正在开晨会，很快就躲到桌子下面去了，还带了麦克风，就可以下指令，大概哈。蔡英文、陈建仁都去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示全力救灾。台北市的捷运也停止1小时，机场的捷运也停了，哦，很多交通其实都停了。我们看一下。一瞬间，镜头剧烈摇晃，左前方的大楼突然塌落，冒出阵阵白烟，大楼倾倒了。事发就在花莲的天王星大楼，地震发生前，许多民众还悠闲的在路上，开始摇晃后，所有人都愣住，还没反应过来，楼房直接倾倒，这才意识到地震真的很大。路人拔腿就跑，汽机车驾驶也直接丢下车辆逃走。把枪冲掉！架起爬梯打破窗户，赶快救人出来。即便余震不断，云梯车大力晃动，所有消防人员还是拼命救人。你小心，小心上去！你先不要，这个出来，这个出来。3号早上7点58分，花莲近海发生瑞士规模7.2的强震，921以来最大的一次。最大震度就在花莲和平乡，再来就是花莲市区。8点开始余震不断，8点11分还出现规模6.5的余震，许多建筑物倾斜倒塌严重，其中轩辕路口上的天王星大楼严重倾斜超过45度，原本8层楼的民宅底下1楼有部分已经看不到，甚至有居民受困在地下室。即便已经逃出来了，还是惊魂未定，想到还有家人在里面，情绪直接崩溃。因为这一阵晃得实在太大，吓坏所有民众。门打不开啊，门打不开，全部封锁了，我没办法，东西全部掉下来，全部房屋的全部塌了。一次是震动了没有？大楼外墙都垮了哈，但是没有倒，对，人大部分就下来了。那第二次。再动再震才垮的。脱困后逃到空地，也有民众不断打电话报平安。截至11点前，救出12名大人和1名小孩，而搜救人员也将持续清点人数，并马不停蹄破窗搜救。你们主席躲到桌下是怎样？刚好在开晨会，就全场只有他是唯一符合
这个消防局指示的。那其他人在干嘛？大家在拍他，但其实这样是错误示范了，应该要像他这样子。不过讲回来，我今天这样一震哦，我会想到当年我国中时候的921。请你不要强调国中。对，但是确实是台湾20几年真的蛮可怕。那我今天下楼的时候碰到我的邻居，社区有住一个来1个月的外交官，他是中南美洲的外交官，一辈子没碰过地震。他坐在1楼拿个菜篮车，跟他老婆2个人一直在发抖，问说这是正常的吗？然后一直问我倒塌的楼跟台北很近吗？我想哦，那就很像有一些职棒球员过去来台湾一地震。薪水再高，隔天直接买机票就飞走。所以台湾人的韧性跟毅力真的是让外国人很敬佩。就是我们明明是个宝岛，可是我们碰到的天灾，不管是台风啊、地震啊，这些真的是外国人一辈子没有想象过。那台北市今天，我想大家都还是晕晕的感觉哈，因为一直有余震不断。那台北市现在的统计到现在我们录影的时候是700多件，不过还好，很幸运，我们都只有普通的受伤，并没有造成人员的死亡。可是要提醒大家，这几天哦。台北我们算很幸运，这8年台风没有进到我们的核心。可是这8年来，我们造成一个结果，我们的招牌、我们的瓷砖，还有我们的路牌、路上的招牌，其实真的很危险。我们已经要求台北市政府要积极的去查核，可是大家不要把生命交给跟天灾对赌。我想你最近经过，不管是你看现在路上已经围出很多黄色的封锁线，大家要真的格外的小心。那第二个哈。其实灾难的时候最怕就是刚刚赵大哥说的，像早上居然会有人传讯息说什么新北开始放假，不要想象是今天是因为虽然马路是花莲中断，但网路大家没有断。今天全台湾总共有174个基地台是断的，可是我们自己要这个提前的因应。如果今天不小心比较大的灾难，或像刚乃金姐来讲的，在西部发生的话，我们台湾人到底政府能够做些什么？不是靠民意代表用赖去彼此网络互传，然后通报灾情。这些无辜的百姓，如果网络中断了，如果马路不通了，我们应该要怎么因应？我认为那是我们必须要超前部署，而且像刚洪申翰委员讲的，也不分蓝绿白应该要做的事情。我想除了这个巧心那时候那念小学啊，921大地震，然后佑成在这个国中啊都很小啊，因为我们都经历过921大地震，而且我那时候是采访的哈，所以我在今天早上第一时间的时候呢，这么大的地震，就是感觉上比921大地震那时候凌晨1:47分所发生的摇晃程度更强。的时候呢，我是第一个直觉就是非常的担心再一次的921大地震发生，因为921大地震呢实在是太惨烈了啊。我们呢不幸罹难的这个民众呢高达2000多人，而且呢那是我到目前为止哈采访的这个历程里面呢，我们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不幸这个罹难的这个民众。那天呢上午呢，我是跟着萧万长行政院长他们那个运输机。他记得是这个运输机，然后到了这个灾区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到了一家这个医院啊，然后那时候呢有一个小女孩，应该是不到这个没有到念小学，她就很呆滞的哈，就是目光就很呆滞的，就是坐在那边，那你也不好意思去问她，然后就觉得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然后问了这个医护人员，原来她的父母呢都已经不幸啊，都是被地震这样子。压啊，然后不幸这个罹难了。然后我们那时候呢，因为是震央在南投嘛，然后那时候的台湾省主席呢是赵守博，赵守博他还是如常的，就是陪这个行政院长巡查嘛，那最早那天呢，那一天一大早，最早的起飞的班机呢其实是连战，就是连战那时候副总统他到了南投的这个山区。然后呢，李登辉呢就到了灾难的现场，那时候还很不幸，树倒塌，压死了人，压死了人。然后再来就是萧院长哈，然后你碰到这样子的一种这么大的天灾，然后赵守博，后来我才知道，因为他的随扈这样跟我讲才知道，因为他住在那个中兴新村，他们是住在那个宿舍嘛，所以那个老旧的那个宿舍呢。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倒塌，他其实被压在那边，然后是他的那个随扈呢把他这个救出来啊，救出来。他其实脚上面呢还是有受伤的哈，可是还是要进行这个相关的这个巡查。那我觉得这一次呢，真的就是像赵先一开始讲的，如果说它是发生在西岸，然后我们这西岸，而且是距离而且是地面浅层地震，它只要人口呢稍微密集的话，那个灾害呢是不得了的大啊。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现在大家都说这个花莲成这个孤岛啊，花莲因为它的地形这个各方面呢实在是太特别了啊。然后我觉得在面对到这个天灾的时候呢，真的不只是人类啊，我们所有的物种啊都要更谦卑的面对这个天灾给我们所带来的考验啊，不要相信人定胜天这件事情，要好好的、认真的、仔细的去考虑啊，我们这个东部的快速公路哈，到底有没有新建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今天如果说是东部快速公路真的是新建完成了，发生了规模比这个更大的，你看。不要说比这个规模更大的地震了，规模比较小的地震，它一旦发生了隧道的崩塌的各种的状况的话，死伤的人数呢可能会是非常的惨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啊，像这样子的这种孤岛的这个情形，道路断裂，并不是只有在花莲才会发生，9.1大地震就是如此啊。然后那个时候呢，李登辉呢做了一个很重要和正确的决定，就是立刻发布了紧急命令，然后所有的军方呢就投入这个救援。我一定呢，在每一次啊发生到大地震的时候呢，都一定啊要再次的称赞啊当时的这个陆军总司令陈振湘，还有这个实金团的这个司令呢高华柱，他们呢全力的投入这个救灾。然后那时候我忘记了是古关还是哪一个路段呢，它就是整个就是中断了啊。然后陈振湘呢就下达了一个指令，他就是说呢，比如说这个路段哈，假设是在我这边堵住了哈，然后我就是没有办法通到那边去嘛。他就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呢，他就下达指令，几月几号的几点钟，哈，你们不要管我呢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到通的那个地方去，你们所有的人呢都要把这个路段呢打通到那个地点来跟我报道。所以呢，就是军方嘛，就使命必达，他们就真的在9.21大地震期间的时候，全力的投入救灾，工兵的系统，然后服义务役的。很多的我们的这些的军人啊，我们很熟悉的这个我的学长孙大伟，他的儿子那时候也是在当兵啊，他们那时候呢就搬运了很多的这个大体啊，所以当我们现在如果有专家还在这个市井，就是我们还有可能面对到更大地震的时候，我们从9.21大地震，我们把建物呢增强了很多啊。但是公共建筑很多的一些的设施，是不是能够经得起更大地震的检验？我觉得我们是要好好的检讨的。以前我们工程师都讲人定胜天，我们现在不太讲这话，我们要讲天人合一。人跟大自然要能够和谐相处。休息一下再回来。